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仍然在纽约，因为今天纽约的天气不好，下雨，所以本期节目呢，我就在我朋友公寓里面拍摄。这套公寓位于纽约曼哈顿，它的北部，这里已经挨着哈伦区了，但是仍然属于曼哈顿。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常青藤大学，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而哥伦比亚大学离这里就是一个地铁站，不到1公里，所以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相当好。这套公寓，等一下我给大家看看到底怎么样。我目测面积大概是40平方米左右。大家知道吗？这个公寓每个月的月租，每个月的房租是多少？它是长期合同，所以他告诉我呢，这个租金比较低，大概是$1950，也就是小$2000。他告诉我，如果是新的合同，像这样一套公寓，至少在这个地段要$2500以上。我相信，因为呢，前段时间我认识一个哥伦比亚或者是其他附近一所学校的一个学生，他租呢是一套公寓里面的一个房间，大概我目测房间大小只有8平方米左右，8平方米，放一张单人床，有个小柜子，有张写字台，然后呢就几乎没有空间了。就是这样一个小的房间，里面呢没有卫生间，这卫生间是公用的，要$1500。所以他告诉我这套他说只要$2000，我就觉得很惊讶呀。好的，朋友们，那今天咱们来看看美国纽约曼哈顿的这样一套公寓里面是怎么样的。我们从进门开始拍摄吧。进来之后呢，这里有个这样的玄关，它非常的窄，我觉得大概90公分左右，然后它还放满了东西，也就是说过人的话大概就是40公分到45公分，我认为只有40公分左右，非常窄，它真的放满了东西。左边呢是卫生间，我们看看它的卫生间怎么样的，看看它的水龙头还是塑料的，对不对？然后呢这瓷砖也没了，然后呢这个柜子也挺老的，然后大家看看瓷砖也是没有的，这也一样。所以你看细节的话其实非常的不好，很古老的样子。我给大家看看窗台吧，你看看像这种这个塑料的，然后这个洗澡的浴缸我认为也是很古老的了。反正整个卫生间的条件相当的差，你看看对不对？这水管都是裸露的。好，卫生间看完了，咱们就出来啊，再看看，这是典型的美国这种它的开关，看上去非常的劣质，但是就这样的。这里也放满了东西，这里有个大的冰箱，然后这是他家的厨房，也是非常的乱。这是我在唐人街买的一些调料，这样更符合我的胃口。然后这个洗碗盆这里，这也是非常的老旧。你看美国的插座也是看上去非常的劣质，就这样的。好，看看这是我的电脑，对吧？等一下我就继续拍摄。这里呢有垃圾箱，刚才这里这个是小小的厨房和餐厅，非常小，大概是8平米左右。然后这里有个客厅，这客厅大概是12平米左右，我认为最多是13平米。然后他弄了一张很大的写字台，有2个这个电脑的显示屏，加一个大的电视。然后呢，这里有个沙发，对吧？看看，他喜欢把一切都弄得非常的黑，
因为是他的，我也不想再做什么改变。然后呢，它是穿堂的啊，进来之后有个非常小的一个卧室，这个卧室只放得下一张床，你看这里只有20公分左右的那个空间了，所以呢，只是从这里上床而已。有个美国的国旗，然后这里这个衣柜我就不打开了，对吧？就是那么小。像这样一套房子，每个月$2000，如果是新合同$2500。各位，刚才大家看了这套公寓啊，内部是怎么样的，对吧？反正我觉得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这个条件太差了。在美国啊，而且在纽约啊，但是这样一套公寓，在美国至少我去过大概有7、8家。像这样的美国纽约人家里吧，几乎大同小异。这个我觉得它的程度属于中等偏下，不是特别好，但是也不是特别差，中等偏下，就这样的。而且这里面呢，除了这个厨房、这个橱柜啊这个东西之外，可能其他的都是要自备啊，自己买的。就是这个厨房这一点东西，是原来房东的。像这样一套房子，$2000，这是新的合同$2500，大家觉得这性价比怎么样？好，咱们以这个例子作为开头，我们讲今天的话题，还是与中国有关吧。据多家外国主流新闻社通稿，9月23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间隙，中国总理强调自己也就是中国是负责任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同时，他宣布，在 WTO 中，中国不再寻求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这条看似平淡无奇的新闻，但是它的背后隐藏的信息量却是非常的大。是什么意思呢？就中国间接承认了自己是发达国家。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咱们把时间拉回到2023年3月27日，美国众议院以415票赞成、0票反对，表决结果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案》。这个法案的提出者是加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金颖玉。在表决前的发言中，他说：“中国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占了全球经济的18.6%。他们的经济，也就是中国的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既然美国被视为发达国家，那中国也应该被视为发达国家。”还有，据美国喉舌媒体美国之音 VOA 引用世界银行数据，根据人均国民总收入 GNI， 将全世界国家分为4类：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按照2023年的最新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3,205，属于高收入国家及发达国家。好，在这里呢，我想说明一下啊，我认为啊，这可能有误，因为人均国民总收入并不等于人均国民产值 GDP。当美国推出该法案时，西方媒体也纷纷跟进。我记得2年多前，德国媒体也是这样说的：中国各方面怎么样，还有中国产能怎么样，全世界都是中国制造，所以呢，中国绝对不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是发达国家。整个西方国家因为美国这样通过法案之后，都认为中国就应该是发达国家，而且不应该再寻求在 WTO 的框架中发展中国家才能享受到的特殊待遇。朋友们啊，美欧西方这么做，当然不是想肯定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当然他们这样做其实就间接承认了中国取得的成就。美国的这个法案的实质呢，是先发国家对后发国家的斗争。先发国家想利用自身发展的优势，扼杀后发国家的发展机遇，好继续占用全球的资源，而且这是遏制中国组合拳的一步。但是朋友们，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中国在几乎所有方面都迅速赶上，甚至超过了众多西方发达国家。这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不久前，西方纷纷引用澳大利亚某智库的研究成果，
在最新涵盖2019年到2023年的报告中，中国在64项关键技术中57项领先，而美国领先的只有7项。另外，我相信所有到过西方所谓发达国家的人都不能否认，中国在基础设施、数字化与智能化、电动出行、人均寿命等等方面，中国不是与发达国家持平，就是远远超过所有发达国家。我们再联想到93那天的阅兵式展示的高精尖武器，以及刚刚过去发布的福建舰已经成功实现了电磁弹射，而且是5代机这是全世界仅有的，美国都不行。也就是说，在这方面，中国也一举超过了美国。那么从93阅兵到这个福建舰，可以发现，军事上其实中国也悄悄地站在了世界的最前列，有的领域甚至进入了无人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自己已经是世界第一了，前面已经没有其他人了，没有参照物了。我想声明一下，我德国之士，在中国还是在德国都是草根阶层，也不是什么经济学家。就今天的话题，我就谈谈本人的所见所闻，没有理论支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包涵。在以前我也说过我去过世界上大概50到60个国家和地区，涵盖富裕的，比如说现在我在的美国，还有瑞士、德国、英国、法国等。另外与中国人均 GDP 几乎处于同一水平的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土耳其等。还有世界最穷的国家，比如说像古巴、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塞内加尔、喀麦隆等等。可以这么说除了中国农村的发展与西方还有一定差距，中国实际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几乎已经没有差距了。甚至中国的1线、2线城市的发展早已超过广大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这里我不接受那些没有出过国或者没有到过西方发达国家那些人的反驳。可能有不少人就纳闷了，怎么突然之间中国就成了发达国家呢？然后这些人说我才3000元的工资，给祖国拖后腿了，这是网上最有代表性的论调。但是这也不能怪你们，因为或者没有出过国，或者出过国的话，也只是走马观花，在一些国外那些最漂亮的旅游景点打卡，仅此而已，根本算不上所谓的深度游，没有横向比较。从基础设施、生活便利度、物价水平、治安等等来说，中国确实秒杀几乎所有国家。很多人觉得自己很穷，这很穷是打引号的，给国家拖后腿了，其实就是刚才说的缺少横向比较，从而产生了一种在高水平上的抱怨。以美元计算，中国人均收入确实与发达国家有一定差距，或者说与一些非常富裕的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但是用人均 GDP 作为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本来就很片面。另外，我觉得即使按照购买力评价来衡量，因为各个国家它本身的国情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也不是特别完美。比如说按照人均这个购买力评价来计算，中国人均 GDP 大概是28000美元左右，这我觉得还是偏低的。所以我认为如果不考虑汇率，其实在中国1块钱的购买力几乎等同于比如说在美国1美元，在德国1欧元的购买力。那么在这里我先把在德国在美国每个月中位数的税后收入告诉大家。在德国每个月税后收入中位数是2500美元，在美国大概是3000美元左右。大家记住2500块还有3000块。那么在中国呢，我想各位心里都明白你自己每个月多少钱，对不对？我想可能在县城大概有3000块钱，对吧？或者4、5线的小城市大概有3、4千，然后呢，在2线可能有5、6千，在1线有7、8千左右，大概这个幅度。但是在德国是2500，在美国是3000。那这么算，如果是不考虑汇率，
中国的收入比美国、比德国都高，对不对？不考虑汇率啊。那么我们具体来说，在美国在纽约坐一次地铁2.9美元，在德国坐一次3.7欧元，3.7。离次发男士单检，在德国至少20欧元，也就是20欧元起，在美国25美元起。大家不要只说在唐人街理发呀，我是说整个美国的平均这样，我相信25美元以上，这是正常的啊。在做本期节目之前，我也在网上做了功课，做了对比。还有打的，在德国、在美国几乎属于奢侈行为。在德国，比如说10公里打的，它的费用是30欧元，也就是250块人民币10公里。在美国大概可能是30美元，甚至35美元，另加小费。在德国一根黄瓜1欧元，在美国1美元。一根手机的数据线，在德国10欧元，在美国也是10美元。在中国多少？大家自己心里有数。那么吃一碗面，比如说一份意大利面条，在德国现在一般是10到15欧元左右，一般是15欧元。一碗，比如说所谓的拉面，在中餐馆，德国一般是15欧元。在美国，一份这样的拉面也是15美元左右。所以你们看，就是不考虑汇率，在中国可能是10块到10多块，对吧？像桂林米粉啊，一碗5块钱，一碗面条在全国可能就是10块15块钱左右，全国平均啊。你看在德国在美国也是15啊。唯一比中国便宜的，如果是不考虑汇率，在美国在德国，那就是有些食品，比如说肉啊、汽油啊等等。但如果综合考虑，像服装啊、食品啊、住房啊、出行啊、其他服务啊、生活便利度啊、治安等等，也就是衣食住行，还有什么其他服务、生活便利度，刚才说的治安，我认为啊，与美元、欧元等货币相比，币值相比，人民币是严重低估的。我窃以为1美元大概是相当于3块人民币，而不是现在7块1；1欧元大概相当于3块5人民币，而不是现在8块3。你看这中间它的区别有多大？所以这么算的话，目前如果按照美元计价，中国人均 GDP 2024年是13500美元左右。但是我觉得，如果按照我这个观察，应该在3万美元左右。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那么就相当于欧洲的发达国家希腊，还有什么葡萄牙的水平。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去过欧洲的，比如说希腊呀，还有葡萄牙。如果你们去过，你们就知道，中国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是吊打这2个国家的。咱们再拿月收入3000元那个梗来说啊，本人认为，在中国3000块钱的水平，大概相当于德国1500欧元左右，或者1500欧元以上的水平，相当于美国2000美元左右的水平。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拿着中国3000块钱的工资，消费水平或者说生活水平与德国1500欧元几乎没有差别。比如说偶尔下馆子呀，偶尔打车呀，可能在中国还可以还个房贷呀，如果你们俩挣工资的话。除了生活费，还有孩子的起码开支，在中国几乎不可能存下钱，对不对？那么在德国，这个收入水平，一个月能去1次餐馆，舍得打1次的，就很不错了。另外，除了交房租，大家注意啊，在德国，大多数人，特别是城市人，都是租房客，也就是说，每个月房租是个非常大的开支。而且你的收入如果每个月只有1500欧元或者1600、1700，在德国几乎不可能买房，因为买不起，可能银行不会给你贷款，而且你自己也没有首付啊，怎么买房？所以呢，只能每个月乖乖的付房租。那么除了前面提到的这房租啊之外，还有你每个月还要吃饭呢，对不对？还有出行呢，如果你工作的地方离你家稍微远一点，公交不方便的话，还要买车，那么还有汽油，
还有修车的费用，还有保险等等等等，每个月也是很大一笔开支。另外加上什么乱七八糟的费用，所以肯定你这1000多欧元几乎月光，或者直接是富翁，正负的负，富翁啊，也就是说你不仅是月光，还欠着银行的钱。这点收入养家，如果是你一个人养家，绝对不可能。我可以告诉大家，绝对不可能。我相信在美国的情况与德国也几乎大同小异，所以呢，关于美国的情况我就不说了。所以朋友们，当有的人，特别是有些女士啊，在抱怨为何在中国我越减肥越肥的时候，我认为啊，这是一种无病呻吟。你不知道，在世界上无数人还为下一顿饭在哪里的着落而发愁呢。真的，世界上很多人还挨饿，这中国真的想都不敢想。但是在世界上，我认为至少还有10几亿到20亿人，他每天是挨饿的，也就是说，地球人的1/4是挨饿的。像在德国、美国都有很多人挨饿。你看，美国大概有100万人，官方数据是80万，但是这个黑的数字至少我认为有100万人。他们是无家可归的啊，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那些什么 NGO 来帮助他们，他们很可能就是挨饿的。在中国你们也知道，不管你收入多少，你即使1分钱都没有，不可能有无家可归者，或者99.99%的人都有一个家，不管他的家好还是坏。但是在德国、在美国这样超级富裕的国家，竟然有很多无家可归的人。现在美国有好几千万人没有任何医保，也就是说，他们即使有病也不敢去看医生，也看不起医生。如果去看医生，就等于立即破产。网上不是有人说了吗？或者小红书有人对账了吗？在美国，比如说叫一次救护车，少则几百美元，多则几千美元，这是网上美国人吐槽的啊。好的，朋友们，我就不再往下说了，因为越说越长，我就此打住吧。作为普通阶层，我认为啊，其实以前我也说过，在哪里都是为生活而打拼。所以大家不要相信什么中介的宣传，也奉劝大家，特别是女士们，少喝毒鸡汤。你在中国3000块钱的收入及生活水平，其实已经赢过世界上大多数地球人，这一点毫不夸张。对不起啊，我的嗓音有点沙哑，没办法。记得以前我也说过啊，每次去旅行，特别是去穷国旅行，我都心存感恩，感恩德国，感恩中国给了我稳定而且过得去的生活。而且与自己过去我的儿时相比，我小的时候，比如说我几岁的时候，我有非常深刻的记忆，那时的中国有多穷。所以呢，我真的更感恩今天中国的进步，中国有多先进，有多便捷，以及中国的和平与富足。我们又回到今天的话题，中国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向全世界郑重宣布，在 WTO 的框架中不再寻求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同时说明自己仍是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我认为这是一种务实姿态与责任担当，因为声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那么就可以继续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而奔走，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践行全球新治理，打破基于西方的旧秩序。但是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以我的所见所闻，比如说前面提到，我既来到了美国最强大的国家，也去过数一数二的富裕的国家瑞士等等，我可以真的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了。所以这点我觉得啊，中国人真的应该感到自豪。可能有些人不同意我，还是认为我就是3000块钱真的拖后腿了，中国怎么是发达国家了呢？中国还没有免费医疗啊等等。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也没有免费医疗，还有很多人2000万的人或者3000万人没有任何的医保，看病都不敢去看，但是也不妨碍人家是发达国家。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中国人，特别是50后、60后、70后、80后，他们这群人也包括我，如果我没有出国的话，也是特别崇洋媚外的人。
我们很多人思想还没有转变过来，还是仰视西方。我们中国人应该为自己的进步感到自豪，我们不可以自傲，但是呢，早该祛魅了，去掉崇洋媚外的心理，至少应该平视所有西方国家了。咱们中国人应该多一些自信，多一些民族自豪感。朋友们，中国人真的很优秀，而且真的毫不夸张，中国现在已经站在了世界之巅，世界最强大的产能，还有现在我认为军事也超过美国了。你看，军事、经济，也就是这个产能、科技，还有现在这个5G， 另外呢，人工智能，都站在世界之巅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自豪呢？当然，有的人说啊，你看都世界第一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润到美国去呢？大家注意啊，在中国肯定有一些穷人，肯定有一些人他们过得不如意，这些人想润出去一点都不奇怪。同样，美国有移民到其他国家的，据我所知，美国每年移民德国的人都不少，还有移民其他国家的当然也有。德国呢也有移民到其他国家去的，也有不少德国人，他们知道中国情况之后想到中国去，但中国呢不是移民国家。我可以也非常肯定告诉大家，如果中国国门大开，接纳外国移民，我相信很多世界公民都汹涌到中国去。中国现在郑重向世界宣布，在 W 框架中，中国不再寻求新的特殊的待遇，就是间接地承认了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了，而且愿意承担发达国家所赋予的义务。这就是本条看起来平淡无奇的新闻背后所隐藏的事实。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好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我们下期见。